Hello， 大家好，我是薇薇。这一集呢是久违的第一次的，终于要来的 Q&A， 在一个非常 random 的时间出现这个 Q&A， 大家都是什么1万订阅啊、5万订阅之类的。但我其实1万订阅的时候有答应大家要做 Q&A 啦，但是就一直拖到现在。然后上次去温哥华的时候，因为正好有跟一些观众见面嘛，我就突然间发现说，对，其实有蛮多新观众应该不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我的很多事情，所以就想说择日不如撞日，跟大家收集了一些问题。身为 Excel 狂魔的我呢，就把这一些问题全部整理到了一个 Excel 上面。那在这一次收到的118个问题里面呢，我把大家的问题分门别类，基本讯息、YouTube， 然后工作、生活，还有什么感情、旅游，还有各种推荐，还有价值观类的问题。然后呢，最后我还非常快乐的把这些票数降序的排列，这样我就知道哪些问题是大家最有兴趣的。那我们就从基本讯息开始。第一题呢，我真的是有点傻眼，是你的身高比例，然后保持纤瘦的秘诀怎么样？为什么可以吃这么多还没有变胖？我觉得首先有2点要跟大家澄清。第一点就是我真的没有很瘦，就是我肯定不是走在路上大家会觉得哇哦这个女的好瘦的那一种人。我身高167，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然后体重的话，我怎么可能跟你们讲？但是我现在体脂是大概维持在23、22左右。然后第二点是呢，我真的不是每天都像影片里面这样吃，就是我不是每天都吃10家店，好吗？关于这一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2个点。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慢慢下降以后呢，就算吃的分量一样，但好像身上的肉还是越来越多。所以其实今年我有蛮注意在饮食还有运动上面。那饮食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重中之重。大家都有听过什么3分靠练，7分靠吃，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真的。然后第2块呢，就是运动。我喜欢瑜伽、暴食、重训，近2、3个月又把重训抓回来以后，我觉得身体的改变就非常的明显，就你可以看到整个体态变好了，然后肌肉也长出来了。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如果要维持一个体态的话，真的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偏方，就是饮食跟运动这种陈腔滥调，但是最有效的东西。那第2题呢，也蛮多人问的，是去复旦念书的原因，大学读哪一科？讲到这边，再给新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我呢，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上海复旦读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就留在上海工作。2年前回到了台北。那我当初会去上海念大学，其实呢，一部分算是我爸鼓励我了，然后一部分算是因为我当时学测没有考得特别好，然后没有办法在学测的时候上我当时想要上的台大企管。我其实已经都忘记自己当时想要上台大什么系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系数学要很高，然后我那时候数学考得稍微不好一点，所以呢，我又不想考指考。那因为上海复旦的申请是用一个总的分数去看的，再加上当时如果过了复旦的第1阶段的话，第2阶段是要去上海面试的。我那时候就想说，我靠，如果第1阶段过了的话，我爸就会带我去上海玩然后我就投了，然后就一路就过了。然后就去了，大家以为会是什么很厉害那种什么我要去打出一片天吗？没有，就是这么简单又无聊的故事。那大学读哪科？我读的是世界经济系，在台湾应该叫国贸系吧？对。再来是魏魏的兴趣爱好，如果讲运动的话呢，就是暴食、重训还有瑜伽。然后生活类的兴趣呢，就是喝酒、散步，还有拍照。People watching 算吗？看路人。魏魏的台语水平怎么样？这一题我真的超常被问，因为我是高雄人，然后大家好像预设高雄人等于会讲台语。其实从小我没有在一个台语的环境，所以我的台语其实是在上海才学的。在上海学台语呢，是为了要加密沟通，就你有时候在那个地铁上就可以用台语讲别人的坏话或讨论别人之类的。然后我是听没有问题，但是说的话，大家要听我讲吗？大概就是安尼。有就这位，下一题很好笑。请问魏魏的酒量怎么样？自己说真的是有点不知羞耻，但我天生的酒量应该真的算是蛮好的。就在我最年轻气盛，你知道大学的时候啊，真的就不怎么喝醉耶。但是最近呢，就是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但还是要看状况啦。有的时候睡饱的话就还不错，但有时候没睡饱的话就会发生一些遗憾的事情。大家有看我上一集那个上海 vlog 吗？那个就是属于遗憾的事情。魏魏会考虑留回长发吗？长发未好正。跟你讲这一题，我私心自己放进来，因为我现在真的打算要留回长发，就是你们看我已经没有再去剪短了，然后现在头发在一个很尴尬的时期。再来进到 YouTube 相关的问题。一支影片要花多久完成？跟本业是如何兼顾的呢？一支影片大概我都会抓12到15个小时，然后如果片长比较长，可能3天的素材剪成一支 vlog 的话，甚至可能到20几个小时。但我也不会请大家多看几遍啦，毕竟要看几遍是看你们对我的爱有多少，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件事情。然后至于 YouTube 跟本业怎么兼顾这一个问题呢，没有办法兼顾的。我觉得兼顾没有什么秘诀，它其实只是一个 prioritize 的过程。就是对我来说，工作跟 YouTube 比睡觉重要，那我就会选择把我的时间拿去做这2件事情。那睡觉的部分就这样咯。有考虑把 YouTube 当成正职吗？没有。绝对没有，我觉得分2个部分。第一个是呢，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现在的本职工作，就是我在我现在的本职工作里面学到了很多，就是我完全还没有学够，还没有体验够，所以我就是完全不会想说要去改变我的正职工作。然后再来到另外一块呢，就是 YouTube 能不能当正职这件事情。反正现在我是不行啦，我现在的 YouTube 的收入呢，就不管是合作还是那个广告的分成，其实都还完全没有办法 cover 我的旅费耶。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出去玩太多了啦，但是做频道这件事情，目前就是连旅费都还没有 cover， 所以更不可能 cover 我的生活。然后呢，其实我觉得 YouTube 如果当做正职的话，其实你就是无法避免的，也会有很多责任随之而来。那你的内容啊，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太过于随心所欲。经营 YouTube 的这几年，心态有变化吗？仔细回想起来，做 YouTube 这件事情呢，也差不多4、5年了真的是很久一开始的话会比较像是，比较被动嘛，就是。对啦，因为前面一个频道的话，我其实不是主动去发起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前面会比较像是好玩的心态。但去年呢，开了自己的新频道，就是在思考要不要开频道这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做 YouTube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意义。那大家具体可以去看这一支影片，就是我就不多说了。再来这一题呢，我觉得很好笑。他说：“魏魏有机会开团购吗？”因为其实一直都有接到非常多就是团购的邀约，可能1个月会有2、3个吧。但是我不管产品喜不喜欢，我现在都是回绝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有什么很喜欢的东西，可能可以跟我说，然后我可以去跟厂商说说看，好不好？魏魏为什么会开始 Podcast 的频道？这一题还蛮多人问的，然后我觉得的确也没跟大家分享过。对，在 YouTube 好像没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其实从今年3月开始呢，就是跟 PP 姐白字天后有开了一个 Podcast， 叫做《天后为什么》，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吃喝玩乐。对，我的人生就是围绕着吃存在的，然后刚好 PP 姐也很爱吃。其实我一开始是先认识了制作人 A 君，然后后来才认识了 PP 姐，然后大家就相谈甚欢，发现就是爱吃的人就很容易聊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聊天内容又都很白痴，所以后来 A 君就说你们干脆开一个 podcast 好了。再来就进到了最多人问的一块，就是我的本业工作。这一题呢是这一次的 Q&A 问答中呢最多人问的，看一排下来就是全部都在问这一题。魏魏的正职工作是什么呢？我在科技业，然后是做跟广告相关的内容。大家好像都觉得我没有工作，是不是？就想说啊，你怎么每天都在外面玩？其实是我们公司的首先年假会比一般的公司稍微多一点，再来是呢，我们有 work from 就是不同地方的这个政策，就是每年有几天你可以不在办公室上班，这是一个算蛮好的福利吧。而且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忽略，就是我很多旅行都是周末快闪就是真的是一个 random 的周末我就会去旅行。我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很不解，想说我就说周末快闪，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还没有工作？没有啊，我也是礼拜5下班以后冲去机场，然后礼拜日晚上飞回来，礼拜1继续工作。对，就是
我真的是有工作的。再来也是超级多人问的一题，我有点吓到，就是魏魏有打算去别的地方工作吗？短期来说呢，应该是没有，毕竟我才刚回台北2年，然后才刚刚适应这边。未来的事呢，真的也都说不准。毕竟我觉得这2年对我来讲，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整个世界永远都会变。为什么会回台湾工作？感觉上海发展的不错，哪来的契机回台湾？我其实之前离开上海那支影片有分享过，就是我觉得上海已经变成我的舒适圈，就是我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我在上海会长成什么模样，我会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想要来一点不同的刺激嘛。那对我来讲，在台北生活一直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心愿，毕竟我高雄的高中毕业之后直接去上海，就是台北对我来讲是一个哇，好多朋友在那里，然后谜一般快乐的城市。我就是一直很想住看台北，那所以我就搬回来了。那至于是什么契机搬回台北的呢？没有什么契机，就是自己找工作，然后找到了，然后就可以搬回来。再来是怎么找到工作的？我觉得一开始 entry level 的话，可能1到3年工作经验，就是去你想要的公司官网投简历，然后平时多广结善缘，说不定哪一个老板喜欢你，他以后去别的地方，其实有什么机会，他就会来问你。然后你大概工作2到3年吧，其实就也可以考虑一下猎头这一块，因为大概工作2到3年就会有蛮多猎头来找你的，那就会丢很多工作的消息给你。我觉得前面讲太多废话，我之后要加快脚步。好，那再来进到了生活类，第一个。魏魏内耗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怎么办？抒压方法这一题，我觉得与其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抒压方法是什么，还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听到觉得非常有用的框架。这是一个前辈分享的，就是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快乐清单吧，这么说，就是他写出来说，如果1分钟我要抒压的话，我要做什么？如果我有5分钟时间我要抒压的话，我可以做什么？我自己的话呢，1分钟其实就是深呼吸或者是闭眼睛。那5分钟的话，可能就是听一首喜欢的歌，或者是吃一个小饼干。1个小时的话，可能是去重训，或者是看一些 YouTube。那如果1周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去旅行，就是非常有系统性的。提前去想好说什么事情会让自己感到快乐，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蛮聪明的，对，推荐大家都可以做一下自己的练习。怎么打发时间？这一题我觉得问我不准，因为我每天时间都不太够。尚未实现的梦想，赚大钱。陌生的城市如何认识新朋友？首先，第一个你要有想要认识新朋友的决心。很多人都是在心里面想着，我想要认识新朋友，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出去动作。管道的话，我觉得也是有点陈腔滥调。就是第一个是透过兴趣去认识朋友，像我很喜欢暴食，然后有时候如果自己去暴食的话，其实暴食的那个社群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就是大家都会。来教你，然后你们自然而然就会开始聊天。再来就是从原本的生活圈拓展出去，就是你真的要比较 easy going 去每一个局。我虽然也不是特别喜欢社交的人，但是当时基本上朋友约我都会去，因为你去每一个不同的局，你就会认识朋友的朋友，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认识一些可以志同道合走到一起，真的变成你朋友的那些人。然后再来就是网络的 App， 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的。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用，但是我听过很多人就是去别的城市的话，其实会用交友软体，真的交友，就不是交男女朋友，而是真的交友。第二多人问的部分就是感情。这一题呢，基本上是本次 Q&A 的第2名，就是魏魏有没有新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没有。我现在有在约会，有在 dating，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一个男朋友的存在。然后大家真的很爱捕风捉影，我每次发限动，然后大家就会说：“天哪，薇薇是有男朋友了吗？对面是新对象吗？”就是觉得你们比我妈都还紧张。这一题我主要是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心路历程，就是其实我觉得刚分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进入一段新的关系最好的时候，因为对我来讲，分手以后呢，其实一个是你自己有很多情绪要处理嘛，然后再来是你可能发现了一些自己需要学习成长的地方，但这种时候如果你贪图方便，就是不想要管这些拉里拉杂很自我成长的事情，然后就直接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话，很多时候
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最后会受伤，因为你其实并不是因为喜欢他才跟他在一起的，你只是因为可能空虚、寂寞、觉得冷才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会受伤，其实你自己也会受伤，因为你并没有很好的去处理你当下的课题，而是选择了逃避到另外一段感情里面。这种感觉就像你溺水的时候呢，然后看到一个浮木过来，你就一直抓那个浮木，然后一直抓，你永远都学不会游泳。就是这种感觉。说了这么多，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分手的时候是蛮刻意的疏离一些对我有兴趣的男生的，对，因为我当时想要把我自己处理好。我觉得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以后，其实自己是准备好的一个状态，后面的 dating 我觉得就会比较顺利一点。那如果之后有男朋友的话呢，我觉得会尊重对方的意愿吧，就是看他有没有兴趣，在镜头前面。对，但我应该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像我爸妈，我爸妈都没有这样，就是，我应该也不会非常主动的分享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你知道我自己的 IG 就是从来都不是那种会就是会秀恩爱，会很闪的人，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知我知就好了嘛。为什么会分手？这一题呢，建议直接去看我们之前拍的那一支影片，真的就没有什么更狗血的故事了。爱情长跑，分手后的自处之道，这一题呢，蛮多人问的。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有收到非常多的私信，那我觉得我算是蛮有心得体会的啦。然后其实之前私信也都分享过，然后后来在收到大家的留言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心情真的比较平复了，真的走出来了，我也是真的觉得蛮开心的。但是这一题真的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一支影片里面说完，所以我之后应该会拍一集来分享。但我这边想要跟大家提几个大标题，你们自己先体会一下。第一个叫做接受事实、接受情绪；第二个叫做寻求协助；第三个叫做别纠结过去，而是专注你在过去这个关系中得到什么、发现什么，然后制定计划去学习。第四个叫做别急着抓浮木。然后我怕有一种 urgent case， 所以这边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影片，是那个起点文化的，叫做《婚姻毕业之后自我重建的路怎么走》。我觉得这支影片真的是仿佛是我在讲话，但是它里面每一个观点我都认可。感情最后一题，后悔分手吗？当然不。从很久以前就想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人生真的没有后悔两个字，因为你在每个当下做的决定啊，其实都是你在那个当下整理所有的资讯，理性分析以后做出了一个最好的决定。那就算这个决定在未来你回头看，好像不是当下最好的决定，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些你未来才知道的这些讯息，所以你当下那个你其实是信息不对称的。那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已经做出最好的决定了，你有什么好后悔的？前面呢讲的比较深入了一点，让我们来一点轻松的，现在进入旅游篇这一类的问题呢，超多人问。最近请问会快闪曼谷、马来西亚、天津、澳门、意大利吗？想看魏魏去那里玩。你们这根本就是包装成问题的许愿。之后魏魏有打算去什么地方旅游吗？我今年的旅游计划就剩下仙台，本来10月、11月都还有旅游计划，但是我已经先取消了，我真的是太累了。但未来的话，有跟朋友讲好的，就是会去釜山，然后会去英国。有考虑办板剧吗？这个有2个人问。然后其实如果在去温哥华之前，我可能会跟你们说啊没有考虑，但因为这一次去温哥华，就是观众真的帮了我很多，所以就约了几个观众一起吃饭，每次都会觉得说哇板剧一定会很尴尬，会很无聊。然后当天吃完饭，我整个人就是平安喜乐、超快乐的离开。所以未来呢，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魏魏有推荐适合3天内快闪的社畜小旅行地方吗？我觉得如果只有3天的话，那你飞行时间最好抓不要超过2小时。这样的话，等于是你交通时间可能抓1个上午跟1个晚上就够了，你还有2个整天可以玩。如果你想要去城市生活，那可能就东京、首尔、上海。然后如果你想要海边躺着的话，可能就是兰屿，我觉得兰屿真的很赞。还有冲绳吧，虽然我没去过，但我一直很想去。喜欢台北什么？不喜欢什么？觉得台北跟上海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喜欢？我其实一直都很不喜欢比较的问题，每个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不要觉得我在讲场面话，真的每个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人在乎的点不一样，所以我的比较跟我比较的答案，跟你比较的答案，跟别人比较的答案，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有参考性的。那台北的话，我觉得好的部分是呢，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然后
吃的很方便，酒吧很多，然后我觉得文化气息算是蛮重的吧，就是有一些展览啊，然后有很多可爱的小店，很多不同独立个性的人可以去认识。那不喜欢台北呢，最大的就是天气，台北的天气我真的是打妹。再来是交通哦，这个我也真的很讨厌。然后再来就是呢，我觉得台北的房价真的很夸张。再来进入推荐类的问题，推荐类的问题呢，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每一个我都可以讲1个小时。之后呢，再录单独的影片，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但是没有办法保证什么时候。好了，有空的时候就会录。我今天就先讲1、2题好了，有3、4个问题是问说台北的夜市推荐啊、面包店推荐这一种，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天后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就在讲各种吃的喝的。那另外一个是录影还有剪辑设备，录影的话呢是 Sony 的 ZV-1， 然后麦克风的话呢是 Rode 的无线麦克风，脚架的话呢是 Joby 的章鱼脚架，那剪辑软体的话是 Premiere CC。最近喜欢的歌、Podcast、电视剧、电影、博主，最近我很爱听的是 Kevin Kennedy 这个人，然后 Daniel Caesar 也是我的 all time favorite。就是我最近因为刚去新加坡听完他的演唱会，所以还在一个跟他热恋的状况。反正他每一首歌都很好听。然后我最近的催眠曲是92914这个乐团，他们是一个韩国的乐团，我觉得他们很像韩国版的那个 School Girls Bye Bye。School Girls Bye Bye 也是啊，也比较小众，但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对，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我的睡觉催眠曲。那 Podcast 的话，最近听比较多的是天后为什么？没有啦，叶阳躺一下，然后百灵果我蛮喜欢听他们的专访的。再来呢，就是我的宝藏 podcast 了，但它是全英文的，叫做 The Rooftop Pod， 是以3兄妹，然后他们的日常对话过程，真的非常之日常，已经日常到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偷听隔壁桌讲话那么日常的一些内容。他们的 podcast 是我喜欢到。他们没有更新的时候，我会很焦虑，一直狂刷，想说怎么没有更新。然后他们一更新，我不会马上听，因为我会挑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或是比较需要好心情的时候再来听。不知道有没有也在听他们的，可以在下面跟我认清。剧的话呢，我最近看的都没有特别喜欢。那博主的话，我自己比较常看的是漂亮的姐姐吧。我会把我比较常看的那些 Instagrammer 放在这里。最后是价值观的部分。最多人问的，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理财观。平常这样消费可以存钱吗？我觉得这可能跟就是我一直在外面玩有关啦。大家就想说，你这样子到底是家里有矿才这样玩吗？其实真的没有，出去玩也是真的很花钱的，好不好？这一题的话，总结来说就是我的金钱观嘛。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个理财的公式是收入减支出等于储蓄嘛，但我之前听过一个我很喜欢是收入减储蓄等于支出。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从小把我教成一个物欲蛮低的人，然后也从小就跟我们讲储蓄的重要性。所以其实我从开始拿第一份薪水开始吧，就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储蓄。就对我来说，我会把储蓄这一块先拉出来，然后剩下的钱我才会去使用它。钱存起来好，还是花在自己身上好？钱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剩下那一部分可以花的钱呢，怎么花？就是我觉得还蛮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是物欲很重的人，但是我在体验上面真的非常的敢花钱。体验就是包含说，可能像旅游啊、饮食，或者是去学新技能，就很像巴菲特说的那一句，我看一下哦。在所有投资项目中，最值得投资的就是自己的脑袋，因为智慧是他人唯一无法抢走的财富，不会被偷，也不会被课税。薇薇最近过得开心吗？满意现在的生活吗？最近的小确幸，还蛮多人问这一题的，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大家都关心我开不开心。其实之前多次跟大家分享说，我在27岁、28岁的时候，飞机恐惧症突然就没这么严重了。当然可能跟我坐很多飞机有关，但因为另外一块是近2年吧，我觉得每一秒我其实真的都活在当下，当下死掉我也没什么遗憾。我也有年龄焦虑吗？会怕孤老终生吗？对感情的看法，就是以前我觉得是有年龄焦虑的，然后刚分手的时候也是有年龄焦虑的，就会觉得天哪，我也是个你知道轻熟女27了，会不会就交不到男朋友啊，之类的。但是经过了这么1年的打滚，必须跟大家说，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把自己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持续的吸收新知识。这种时候就是要讲到小红书上面看到一句话，就是你内核稳定的话，到底有什么好焦虑的？就是你自己过得好的话，
到底有什么好焦虑的？就是你的年龄也不过就是一个数字。那如果会因为你的年龄而不喜欢你的人，那也不值得你喜欢。当然，不要看我现在讲的这么，就是你知道斩钉截铁，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小焦虑。但是我每次焦虑完以后，都会有同样的结论，就是没什么值得好焦虑的，把自己过好最重要。未来3年、5年、10年的人生规划这一题，其实这个人不是这样问的，只是很多人问这一题。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会一直变，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么久的计划。谁知道会想生小孩吗？会想结婚吗？现在不想结婚，但如果有想要生小孩的话，就会结婚。最近最大的迷茫是什么？我自己近期最大的迷茫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吧。会不会太 real？每天朝9晚5的工作，人生的意义，你自己都说朝9晚5了，那就是你下班之后其实还是有时间啊。而且我觉得你与其坐在房间里面想说人生的意义，你还不如去多体验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找到人生的意义。如果你觉得出去体验很麻烦的话，那可能就看书吧。录到天都黑了，非常没有偏心吧？每个问题基本上都有回答到。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好累。